帅哥，你知道吗？在新加坡啊，从2021年到2022年呢，患高血压的病例为37%啊。哦，也就是说每10个人差不多有4个人哦。对，所以我们常听到啊，身边的朋友啊、家人，他们都有这方面的问题。而现在呢，它也成为新加坡的健康问题之一了。有高血压还有高胆固醇的人患上心血管疾病呢，它的几率会飙到3倍以上。哎呦，所以这一集啊，就让我们好好的探讨高血压。只有年纪大的人才会得高血压吗？如何在家正确的测量血压？还有哪些常犯的错误是需要注意的？中医师也会教我们自我按压穴位、舒缓症状，还有食疗的分享。高血压不诊治、不吃药会有什么后果？那我们可以听呢患者带来的故事。就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哦，爆买熟悉，酱青拿多一点，我要吃咸一点哈。要是啊，没有吃才要死。哎呦天哪，我们常常都讲了少油、少盐、少糖嘛，你还叫人家拿多几包酱青？哎呀，咸一点点没关系啊。你要知道，吃太咸的话可能会患上高血压的。你有证据吗？你要争气。好，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朱厚润大哥，还有 Violet 粉英，以及心脏专科医生庄玄宏。欢迎欢迎，来，请坐请坐。不用客气，请坐哈。我们家客厅很大。想请问一下两位，你们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吗？有你是有多久了38年了。哇，粉英啊，我是偏高啦，偏高就是有啦，就是有啦，还偏高，不是很高，不是很就是高。 borderline 这样啦。 OK， 我想请问你们一下，就是说，如果吃太咸的话，有可能患上高血压吗？厚润大哥尤其是吃那种加工的那种零食啊，那些盐分最容易让你调味料啊又加盐分，对不对？粉英啊，对，如果你要在晚上吃过多的盐分的话，第2天哇，血压马上对你来讲是这样子。那医生，这个真的是吃太咸有可能？的确是。为什么呢？那根据我们新加坡人口健康调查，我们去年我们新加坡人口每日摄取的盐钠有高达3600毫克，那这是高于国际卫生组织所推荐的2000毫克，多了差不多2倍。那如果我们的肾脏不能有效把这些多余的钠排出来的话，久了我们的血压就会变高。我们经常在外面用餐，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那个钠有多少呢？对，所以如果在外面购物的时候，最好是看那个食物标签，看它实际的钠有多少。好，那请问如果是用盐跟这个酱青比较的话，是不是酱青比较健康啊？对，酱青是比较健康，因为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我们如果用1小茶匙的盐，那它的钠的含量是2300毫克。OK， 我们用1汤匙的酱青，它的钠含量最多才是850到870毫克，差很远呢。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病因吗？大多数的血压高是我们所称的原发性的血压高，就是我们不能找到明确的原因。这些病患者通常会有家族的病史，遗传。对。但遗传和生活习惯是切切相关，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饮食习惯是跟着父母亲的。那有5到10% 的病患，他们的血压高则是我们所称为的继发性的血压高。假设就肾脏上面有一个肾上腺长肿瘤，内分泌失调，甲状腺的问题，和其他的原因都可以造成他血压高，而解决这个原本的病状那血压可能慢慢降低而不见。除了吃方面，会不会我们压力比较大，血压也会高啊？对，在负压高的状况，我们通常血压会飙高，因为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刺激素，会造成我们血管紧绷，我们心速加快。但这是短期的，但长期的压力对身体也不好。对，因为我们就懒得运动，吃的不健康，然后酗酒、抽烟，还有这些种种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长远会直接造成血压高。OK， 我们就一直讲说血压，对不对？到底他的血压多高才是正常？对，血压不是单一个号码，
其实有2个数字，一个是收缩压，一个是舒张压。收缩压基本上是我们心脏把那个血液排出去主动脉的时候，它在主动脉里造成的压力，那个叫收缩压。OK。然后在心脏放松的时候，它不再排出那个血液的时候，那个主动脉会因为它的弹性而慢慢回收，那时候会所造成的压力叫做舒张压。一般的范围，我不会说单一个号码，是收缩压应该是差不多100到140 OK， 舒张压是60到90。那随着年龄成长，那个收缩压一直往上爬。而舒张压呢，因为我们到老的时候，那个血管不再有那个弹性，所以差不多到了60、70岁以后，舒张压就会慢慢减缓。可以说，如果我的高压是正常水平，但是低压是不正常，有这种情况的吗？会。年轻人大多数是属于这类型的，所以说他的舒张压是比较偏高，因为年轻人他的血管弹性很强，第二他的精神是非常紧绷。是。OK， 那高血压有没有什么症状？其实大部分高血压患者他是没有什么身体没有什么症状的，所以我们叫他是沉默的杀手 ，silent killer。对。少数的病患会有偏头痛啊，或者头比较痛，或者肩膀会比较僵硬，会流鼻血吗？也会。高血压流鼻血？如果血压太高的话，也可能会流鼻血，或者眼睛也会出血，外面的眼。明白。那么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说，如何正确的测量你的血压才是对的方法，好不好？好，我们广告过后再见。那正常的测量这个血压有没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注意的？那一般来讲，如果病患来到我们的诊所，我们会跟他们交谈，尽可能放松，不要翘脚，不可以翘二郎脚，对。OK。一段时间后，我才量他们血压。手套需要够大，因为如果太小的话，血压会偏高；如果太大的话，太松的话，血压会太低。OK。怎么样？要准备手收拾。很不幸的，你的血压很正常。OK， 你的收缩压是110，舒张压是70，所以这是非常好，是非常好，谢谢。OK， 这种一般的仪器来测量，对不对？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量？我们可能需要跟他做一个24小时的追踪。新一代的确认血压方法是这种测量血压的仪器。这个仪器的好处是它不会干扰你的睡眠，它可以一整天量着你的血压，也不会影响你的饮食起居。所以我们贴在哪里？贴在你的胸腔前面。它的测量是准确的。测量是 FDA approved 的，所以是蛮准确的。OK， 所以就是24个小时就一直要贴住。对，冲凉也要贴住。冲凉尽可能不要接触到水。所以如果你要清理身体的话，最好是用布去擦身体。湿布啦。对。好，谢谢医生。那接下来中医师也会让我们了解中医对高血压的看法。欢迎王贵南中医师呢来加入今天的讨论。是的，王医师。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高血压的呢？在中医里头呢，其实没有高血压这样的病名而是把它归到头痛、头晕、中风的这个范围里面。OK， 那它的病因是有哪一些？主要可以分成，比如说像情志失调，饮食没有节制，还有比如说身体的一些虚损有关。情志失调，比如说像长期的一些工作压力啊、精神紧张啊、恼怒啊，引起头晕、头痛，甚至激动而导致血压升高。哇，这些应该是属于上班族吧？对，这是一种叫做肝气比较偏亢，上扰头目。
另外一种是跟饮食有关比如我们饮食没有节制，吃太多的油腻，还有甜的东西，或者是饮酒过多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比如说我们身体里面的胆固醇生成过多啦，还有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血压升高。另外还有一种是跟身体有关的，我们叫做内伤虚损，比如说年纪大了，血管硬化，还有些人因为劳累过度引起身体里面的机能紊乱，引起血压升高。像这一类，当然很多是见于老年人还有一些中年的女性。明白。那请问医生，高血压会带来什么并发症？高血压所带来的并发症可以分成主要三种。第一个是影响心脏和心血管，第二是影响肾脏，第三则是影响脑。那心脏方面，它可能造成心律不齐，而心律不齐可能造成中风。心脏也可能造成心衰。第三就是心脏方面的主动脉，可能因为长期血压高而造成它的直径扩大，造成主动脉瘤，而这个主动脉瘤可能破裂，而这也是15大杀手中间的其中之一。那长期血压高如果控制不好，肾脏功能会慢慢减退。血压高中风有分成2大类。一个是缺血性的中风，一个是脑溢血的中风。90% 的中风都跟血压高有关系。有关系的。90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病患者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故事，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 Angeline 来。你好。好，大家好。你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现自己有这个高血压的？我在92年生了我的老三之后，我在94年我28岁那时候我头晕呕吐，又偏头痛，对，然后就去看医生，医生本来要给我药吃的，我就坚持不要吃。所以那个时候你有知道你的高血压是多少吗？180 over 100。哇，那个时候医生有没有跟你讲病因是什么？是遗传，我的妈妈也是在38岁的时候中风，但是我没有去注意。还有做工的关系，我的事业压力。那后来就因为这个高血压而导致中风吗？对，我在2011年的时候，可能我每天吃药，我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我就自作聪明，一天吃一天不吃，一天吃一天不吃，所以就导致越来越严重。然后发觉手麻痹。我在 office 的时候，我就头晕呕吐。然后就晕倒了，然后我同事带我去中央医院。是。我在医院的时候，他们check是已经高到200多了，220多。哇，那是很多嘞。那是很高了，然后我就当场就 stroke 了。医生说我是那个 ischemic stroke， 我昏迷差不多是有30天的时间。这么久啊？那时医生就告诉我孩子咯，可能我是一辈子都 coma。很严重。哇，很严重哎。然后到了第3、第4天的时候，我就起来了。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嘴是歪的，口水是一直流的。医生就安排给我 physiotherapy， 还有那个 speech therapy 这些咯，那些所谓的物理治疗啦。对。OK， 那现在情况呢？现在已经好多了，11年了吗？那么你现在目前有对你的健康饮食生活习惯有没有一些新的概念？就是吃的比较清淡一点，因为以前我都是爱吃那些油炸的东西，甜品之类的，但是现在我不吃了，我比较注意饮食啦，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那有没有参加一些比较团体活动这样？有啊，我们的 Singapore National Stroke Association 就是 SNSA， 它有主办一些活动给我们去参加，好像有 walkathon 也是有一些 gathering 去活动OK，Angeline， 经过这场病，你有什么忠告或者建议吗？我要忠告大家，就是不要以为年轻就不照顾身体。如果是需要吃药的话，就要定时吃药；需要复诊的话，也要
定时去复诊。很好。那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 Angela 今天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谢谢，加油！谢谢。我已经吃了38年了啦，是不是一次这个药就要吃一辈子？叫做葛根茶，主要是降低我们外周血管的那个压力，来稳定这个血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降压钩。那医生，高血压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呢？高血压的治疗方法基本上可以分成2大类，是第一个是非药物治疗，第二个就是用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是每一个血压高的患者，甚至那些有血压偏高的患者，需要注意的。非药物治疗就是控制我们生活的习惯，定期的运动，不要熬夜，是，不要酗酒，暴饮暴食，摄取太多钠的食物，减肥，是，这些干预都可能降低那个血压。第二点，药物治疗是，药物其实有很多种，可是我们一般治疗病人的时候有4个要点。第一，药物我们可能会从最小的药剂开始，让他们适应那个药，然后才慢慢的增加。第二，我们药物要简化那个药物，要用比较药性比较长期的药，就是说那药可以1天1次。第3点则是综合药物，它可以相辅相成，比较有效的把血压控制得好，又减少一些副作用。第4点则是个性化治疗，就是说看那个病人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才选择比较适当的药。医生，好像我已经吃了38年了啦，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像我这样，一次这个药就要吃一辈子的？一般来讲，随着我们年龄成长，我们的收缩压会继续往上升，因为我们血管会越来越硬化，所以一般来讲是有必要吃一辈子的药。所以说呢，没病了我们就要预防，那有病了我们就要治疗来控制病情。对，所以对于呢预防还有延缓常见的慢性病或者癌症并发，我一定要强调早发现早治疗。没错，所以你决定加入健康 SG 了吗？那当然啦，你有固定的家庭医生呢，他们就会更了解我的身体状况，那我就更放心了。是的，没错。那么之后你还可以去做那个全额补贴的健康体检，所以你要记得咯。一定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中医师也带了这个食疗，对不对？一个茶饮。好，我们现在一起去品尝，好不好？来，那王医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茶饮叫做葛根茶。那材料呢？材料有葛根葛根呢，它有舒缓我们这个肩膀肌肉紧张的那个作用。OK。另外，现代的药理研究发现呢，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所以对于降低血压呢，有一定的帮助。是。决明子，决明子从中医来讲，它有平肝潜阳的作用，对于一些紧张引起的头晕头痛呢，它会有帮助。好，另外这个叫做车前草，车前草它能够利尿，主要是运用它来排除身体的水钠，那么降低我们外周血管的那个压力，来稳定这个血压。好，明白。那它的泡法是怎么个泡法？很简单，把这些材料呢稍微洗干净，然后呢浸泡20分钟，之后呢用大火煮开，再关中小火煮大概也是20分钟，然后就可以拿来喝了。很简单的一个泡法。那请问只有高血压的患者可以喝吗？这个对于那个辅助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那如果是没有血压高的朋友呢，其实单单一味葛根或者加上这个决明子其实就够了。不过要提醒的是，因为这个如果脾胃虚弱，比如大便比较溏烂的，肠胃比较敏感的人呢，就尽量避免少喝。另外，孕妇呢也尽量不要去喝它。那一个星期可以喝多少？一个星期大概是2到3次，当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喝。OK， 那后伦大哥觉得怎么样？喝完了。最简单的，对不对？哇，我觉得甘甘甜甜的，而且很香哎。是，我觉得 OK， 很香，很香很甜。然后我觉得一个星期喝2、3次都 OK， 是 OK 的。那想请问一下医师，就是说除了这个茶饮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是的，有的。中医在治疗这个高血压方面呢，基本上当然是以中药为主，不过有时候也可以配合那个针灸来治疗。那除了辨证论治之外呢，其实中医也会根据每个人身体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症状然后去调整人体的一个失衡状态，来治疗人的病。那么通过这样呢，来帮助这个血压达标，那么也顺便改善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对于中医来讲呢，一些早期的一些高血压，还有一些比如说继发性的高血压，中医的治疗呢，受用的效果呢，一般方面相对来讲会比较不错的。对于那些顽固性的高血压，中医的治疗一般上呢，它能够协助稳定那个病情啦，也可以间接的来预防各种并发症。医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自己通过按摩来降低血压？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降压钩。这个降压钩呢是在我们耳朵的背后，这边有一个 Y 字形的一个凹陷的一个钩那我们可以呢自己这样上下的这样推揉它。就这样。对，2只同时进行是可以2只同时一起进行。这一次可以几分钟？大概2-3分钟，在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坐下来，其实也可以自己这样推揉一下。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饮食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简单的就是几句话啦，就是我们叫做3分饥饿7分饱。那么清淡饮食，那么限盐限酒。所以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嘛，对不对？饮食7分饱，健康才会好。没错。那最后医生有什么要传达的吗？我们每个人都要定时做身体的检查，定期来量我们的血压，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身体的数字，高血压、胆固醇和血糖。第二点呢，我们必须定期的回去复诊，不要盲目的追求，就是说我的朋友吃什么药，我要吃同样的药。药不是说最贵的就是最好的，最适合你的药是最好的。那最后学会放下，保持一个开朗的身心。说的一点都没错哈。对，所以其实血管呢都是布满全身的嘛。对，所以如果你有高血压，千万一定要记得吃药，不然你全身的压力就很大，就不好了。没错。那么当然呢，患者也要记得每天呢去测量你的血压，那么好好呢监测你的健康状态。对，如果你没有高血压，恭喜你们所以要维持你们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生活习惯了。好，在这里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庄医生，还有王医师，当然还有后润大哥，还有粉英，谢谢你们。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